宋三岁这周很忙，看宋三岁这精神面貌，完全可以往艺人方面发展了。在参加发布会时，再也不是那个腼腆害羞、会脸红的宋三岁了。而上周盛熙阿姨在发布会上让宋三岁干活了，这周宋三岁就在盛熙阿姨这里找回来了，让盛熙阿姨一起陪自己宣传宝家的周边。盛熙阿姨说，宋三岁像辉宝一点也不假，不仅都很调皮，而且还都不会让自己吃亏。只不过与其说宋三岁在做介绍，更像是宋三岁打着介绍的借口偷偷玩这些小玩具，毕竟自己偷偷玩会有些羞耻，正大光明的玩就有了借口。不过这良好的心态更有助于陪伴瑞宝辉宝成长，让瑞宝辉宝感觉宋三岁就是同龄人。宋三岁来到瑞宝辉宝房间时，碰巧遇到瑞宝在舔奶盆，为了防止宋三岁抢走自己的奶盆拿去偷舔，瑞宝拿着奶盆跑去了角落，但是这并不管用，宋三岁还是给抢了过来。姐妹俩现在长大了，爱宝生活是越来越惬意了。爱宝最近叹气声都少了。瑞宝辉宝吃完盆盆奶后，来到妈妈身边，学着妈妈的样子开始吃竹子。这周宋三岁还分享了自己宋太公钓熊的第一视角，宋三岁还给小苹果精心处理成了心形的样子。只见宋三岁拿着胡萝卜在姐妹俩眼前晃来晃去，姐妹俩眼睛都瞪圆了。辉宝直接激动地从树上下来，觉也不睡了。接着是瑞宝这里，瑞宝有点过于小心了，面对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表现得很是谨慎，而辉宝这里就差被宋三岁挂在鱼竿上了，上杆子的背掉。瑞宝观察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了，也跟了过去。瑞宝有了想法后便一直跟到底了，跟着宋三岁回了家，直到吃到小苹果为止。而辉宝这里停在了通道门口，辉宝总是3分钟热度，玩着玩着就不想玩了。给瑞宝带回家后，宋三岁又回来钓辉宝。宋三岁这一操作真给瑞宝辉宝钓成翘嘴了。昨天江爷爷和宋爷爷给乐宝和爱宝都安置了新家具，但是瑞宝和辉宝现在还小，根本享受不到，但也不能让瑞宝和辉宝感受到自己受了冷落。宋爷爷这里今天就给姐妹俩安排上了冰冻皮靴，这个礼物不仅是瑞宝和辉宝期盼已久的，也是姨姨们早就想看的了。宋爷爷这里先是给姐妹俩拿了一个过来，这是姐妹俩第一次见冰冻皮靴，一向对皮靴感兴趣的辉宝二话不说直接走上前抱起自己的冰冻皮靴开玩，而瑞宝这里则比辉宝慢了半拍。宋爷爷放下冰冻皮靴后也没走，而是像姨姨们一样在一旁举着手机记录着姐妹俩玩耍冰冻皮靴的样子。姐妹俩对这冰冰凉、形状又有点像爷爷皮靴的东西很是好奇，抱住后就不想放开了。宋爷爷眼看一个冰冻皮靴不够姐妹俩玩耍的，又赶忙去把另一个拿了过来。这一下姐妹俩一人一个，也不用争抢了。果然宝家成员的小时候都抵挡不住冰冻皮靴的诱惑，福宝的小时候也是如此。每次爷爷制作冰冻皮靴时，福宝都是抱着它不想放开，而瑞宝、辉宝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有冰冻皮靴后都没心情去想别的事情了。而乐宝这里面对自己的新玩具大木架，和瑞宝、辉宝面对冰冻皮靴是一样的。有一表示自己今天在园区排队了3次，看到过乐宝从木架上下来过。乐宝现在睡觉也一改往日的习惯，现在乐宝一犯困就来木架上，乐宝趴在木架的平台上不大不小的刚刚好。睡醒后乐宝的玩耍依旧离不开木架，虽然木架最上面这层缝隙是最小的，但也是乐宝最偏爱的。而昨天江爷爷看到乐宝特别喜欢在小木架上攀爬摇晃，虽然木架在施工时已经做足了完全准备，但江爷爷还是不放心，今天又带着盛熙阿姨来到园区做了2次检查，充分保证了乐宝在爬梯上是安全的。爷爷们的操作不仅给了乐宝安全感，姨姨们看到江爷爷的这一操作，也不用时刻担心乐宝的木架这么高会不会安全。不愿下班的辉宝又骑在自己的小土边，只见小土豆腿辉宝勾住爷爷的腿，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俊的锁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昨天姐妹俩下班时，辉宝看到盛熙姨母来了，看到盛熙姨母过来，辉宝兴奋地躺在姨母旁边，拉着姨母的手想跟姨母贴贴。盛熙姨母看到后也是满眼笑容，不停地抚摸着辉宝。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突然探出头来，姨母被突然出现的瑞宝给可爱住了，呼唤着瑞宝到自己身边，也给瑞宝体验一下自己的按摩手法。此时的这一幕正被拿着手机的江爷爷记录着。辉宝看到江爷爷过来，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然而爷爷见辉宝过来，便向后退了一步。看到爷爷动作的辉宝逐渐变得生气，暴脾气的辉宝扭头就把身后的瑞宝给推下了平台。被推到平台下的瑞宝想寻求江爷爷的安慰，却看到爷爷走向另一边，伤心的瑞宝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泣。
瑞宝转头走向喜欢自己的姨姨们，瑞宝是懂如何安慰自己的。江爷爷见状，赶紧跑过来护住自己种的芋头苗。现在的芋头苗已经没几颗了，不过瑞宝心本不在此，而是在一旁的南天宝上。只见瑞宝将南天宝拽倒的那一刻，江爷爷的面部一下就变红了。瑞宝看到外面的姨姨们正在拍自己，假装擦了擦自己的眼泪，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在姨姨面前卖弄了一番可爱的瑞宝，一会儿又走向了小木床。正在跟姨母玩耍的辉宝看到姐姐瑞宝想要爬上平台，直接转头跑来，又把瑞宝打倒在地。被打倒的瑞宝欲哭无泪，看到江爷爷正在上面，瑞宝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告状。辉宝一眼看穿了姐姐的下一步动作，只见辉宝快步跑到江爷爷身边，还没等靠近爷爷，爷爷就被两小只给挤下了平台。辉宝转头又走向了圣熙姨母，只见辉宝跟姨母在滑梯上玩起了捉迷藏，玩得正开心的辉宝，没想到姨母竟然从滑梯上把自己给拽了下去。气急败坏的辉宝转身往小树跑去，姨母见状赶忙跑过去阻止。看到姨母过来，辉宝直接扑向姨母，结果自己从树上滚了下来，随后起身再次跑向小树，没想到姨母紧跟其后。辉宝这顿操作给圣熙姨母溜得团团转。在一旁看不下去的江爷爷把手机交给姨母后，便亲自来抱辉宝。知道爷爷要抱自己回家的辉宝开始来回乱跑，以此来躲避被江爷爷带回家。不料江爷爷直接从后面把自己拦腰抱起，没有办法的辉宝只好使用自己的左腿术。只见辉宝用自己的小短腿勾住爷爷，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刚中的锁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呢。即使是这样，我们的辉宝还是没能逃脱被带回家的命运。时隔多日，再次见到江爷爷，姐妹俩似乎也很想念爷爷。姐妹俩吃过饭后，辉宝跟瑞宝瘫在爷爷旁边，都想要跟爷爷贴贴。爷爷看到旁边有根竹笋，跳下小木床去给姐妹俩拿。江爷爷在给竹笋剥皮的过程中，辉宝盯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于是便将唯一一根竹笋递给了辉宝。而这时瑞宝走了过来，虽然瑞宝没有竹笋，但是却拥有爷爷的按摩服务。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享受着爷爷对自己的抚摸。身旁的辉宝看到后有些吃醋，连竹笋也不吃了，一副生气的模样。爷爷捡起竹笋往辉宝嘴边放了几次，但辉宝都是置之不理。江爷爷对姐妹俩轮流安慰。江爷爷看到辉宝快要哄不好了，赶紧推开瑞宝去哄辉宝，而突然被爷爷推走的瑞宝突然感觉自己是被抛弃了。看到姨母过来，瑞宝便委屈巴巴的走到姨母身边，好像在跟姨母告爷爷的状。圣熙姨母的到来仿佛给小瑞宝增添了活力，而旁边的江爷爷仿佛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抱着辉宝一直转圈。转过几圈后，辉宝实在承受不住爷爷的热情，抱住爷爷大腿，好像在说：“爷爷，别转了，别转了，我头都要晕了。”随后便跑到姨母身边来躲避江爷爷的热情。转眼间到了该回家的时间，爷爷抱着瑞宝准备回家，而我们的小辉宝怎么会乖乖的回家呢？只见爷爷把瑞宝抱到了门口，瑞宝便跟爷爷斗智斗勇了起来，趁爷爷不注意，一个后空翻想要逃走，而江爷爷早已看穿了瑞宝的小把戏，反手就把想要逃走的瑞宝捉住并带回了家。而目睹一切的辉宝看到爷爷这次冲自己来了，直接乖巧的走到爷爷身边，辉宝像棉花糖一样被爷爷抱起。而路过姨姨们时，爷爷还不忘对姨姨们说，抱着的好像不是辉宝，因为瑞宝最近的体重好像又增加了，爷爷快要抱不动了。听到爷爷说的话，我们的光绪此时只想把耳朵捂起来。